小小泰山，轻松拿捏。这句话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网红们纷纷挑战泰山，想要证明自己的体力和毅力。但你知道吗？在这些挑战的背后，有一群真正的泰山勇士——挑山工，他们的身影在山间穿梭，成为泰山一道独特的风景。挑山工是一种在山区或高山地带从事开路、修路、运输等工作的职业。简单来说，他们主要负责将物资、建筑材料等重物通过徒步的方式，穿越崇山峻岭，翻越险峰峭壁，运送到需要的地方。这项工作需要极高的体力和耐力，以及对山地环境的熟悉和适应能力。在泰山，挑山工每天需要负重上百斤的货物进行运输，而在旅游高峰期，例如五一、国庆等假期，货物的重量甚至可以达到近200斤。对于普通人来说，背负这样的重量在平地行走都已经非常困难，更不用说是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据资料显示，泰山的挑山工每天可以2次将货物运送至山顶，每次需要攀登的台阶数约为7800级，即从中天门到玉皇顶的台阶数，考虑到往返则为15600级。普遍在10000级台阶以上，攀登的海拔也高达1500多米。挑山工这个职业自古就有，但为什么只在中国普遍存在并延续了下来呢？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山视为自然之神灵的居所，并认为它具有神秘和神圣的力量。为了得到神灵的庇护和保佑，人们常常会选择登山祈福、祷告。这种对自然的崇敬在我国古代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泰山被誉为中国5大名山之首，位于中国山东省泰安市，海拔高达1545米，自然风光壮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自古以来，泰山都是帝王封禅祭天的圣地，如秦始皇、汉武帝等古代帝王都曾在此举行过封禅大典。泰山山上有众多的碑刻、石刻、寺庙和道观，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体现。因此，泰山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古代的泰山山路崎岖，又缺少交通工具，因此挑山工应运而生。他们的职责就是为东岳庙将贡品挑上山，再将物品放置在庙内，然后再将空担子背回山下。这样一个往返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现代的挑山工依然是一根扁担、一卷麻绳，不过在游客更多、货物更加多样化的情况下，他们有时还会被要求充当导游和讲解员的角色。尽管生活和工作环境变化了，挑山工的一天依然非常忙碌且辛苦。冬天天黑的早，为了保证每天能上山2趟运送货物，挑山工们早上4点半就早早的起床了。他们快速准备早饭，就急急忙忙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他们需要在第一批游客到来之前，就要把物资搬运到泰山18盘。泰山18盘，人称天门云梯，1630级台阶，400多米高差，最陡处仰角达70度，最窄的台阶连一只脚掌都放不下。正是在这样的路途中，泰山挑山工必须一鼓作气，拾阶而上，稳扎稳打地走好每一步，因为一旦休息时间过长，就容易脚下犯懒，再往上攀登就变得更加困难。然而他们也没有什么工具，仅仅带着光溜溜的一根扁担和2根今年磨损但是看起来仍然结实的尼龙绳。来到中天门的挑山工驻地，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商户的要求，将货物搬运到指定地方。货物可能是建筑材料、食品、饮料，甚至是游客的行李。报酬是根据距离和重量不同也会不同，通常挑山工一趟下来可以挣到几十元。在泰山中山门，几名挑山工们正在准备搬运工作，他们身着简单的衣物，外披标志性的红色马甲，尽管气温低至-12摄氏度，但他们似乎并不觉得寒冷。随着扁担2头的货物被仔细检查并固定好，他们即将开始一天的征程。挑山工为了起身容易，会将扁担放在高台上，他们半弯下腰拱过扁担，左手搭在扁担上，右手撑住高台，这样就能轻松地挑起扁担。这一气呵成的动作看似轻松，其实挑起来的货物足有100余斤。
夏天赤着背，冬天穿薄衣，长长的扁担挑着货物，在盘道上稳步斜行，成了泰山挑山工的标志形象。而扁担，一个充满年代感的劳动工具，则是挑山工手里的金箍棒。在这些挑山工中，有一位52岁的老师傅，从接触挑山工到现在，已经做了整整15年。肩上刺槐木特制的扁担，早已换了4、5根。现在这根也被岁月和汗水打磨得光溜溜的，颜色也从原木色染成了深棕色。为了让身体保持平衡，让扁担听话，他们会把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的轻轻摆动，像划船一样。累了就把扁担往上一擎，换到另一个肩头，然后继续重复着摆臂的动作。日复一日，挑山工的扁担越磨越滑溜，但他们的手心与手腕却变得又硬又糙，结了厚厚的茧子。清晨6点半，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山间的薄雾，挑山工们已经走了18盘的1/3，再往前走就是18盘最陡的地方，不能图快。他们说，上面没有平路，最快也得半个小时才能上去。为了应对这段最难的路，挑山工们决定在龙门方稍作休息。即便在休息时，他们也不忘将扁担安置于高处，为下一次的挑起做好准备。确认货物安置妥当时，通常先双手分别握紧扁担两头的绳子，固定住货物，然后头轻轻拱出来。这一连贯熟练的动作是他们日积月累的经验，既省力又安全。为了减轻负重，挑山工们通常不会携带食物和水，即使在饥渴时，他们也要忍受，直到负重任务完成。由于常年在山上工作，他们的膝盖非常容易受伤或劳损，这也是他们的职业病。因此，休息时他们都会活动一下腿和胳膊来缓解不适。旅游淡季，他们一天登山1、2次。到了旅游旺季，尤其是五一假期、国庆假期、暑假，他们一天得上山3、4趟，早上4点多起床，天黑了才收工。挑山工们说，他们一般干个20来天，再下山休息几天。转眼间5分钟过去了，挑山工们又再次扛起扁担，继续前行。他们眼前的南天门已经近在咫尺，但是脚步也开始愈发艰难，仿佛鞋里灌满了铅，头发也被汗水浸湿。一路走来，会经过许多小商铺，老板们通常都会热情地邀请他们停下来喝口水，但挑山工们总是摆摆手，表示不需要，并继续坚定地向前走。景区的小店很多都已经开了20多年，几乎是常年住在山上，老板们和挑山工们早已成为了老朋友。商铺里的所有商品，包括他们自己日常所需的一切，都是挑山工们一步步背上山的。当挑山工们在升仙方稍作休息时，挑山工们指向前方，告诉周围的人，只剩下最后一段最陡的路了，这是最关键的一节，爬过去就到天阶了。他们用手套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冬天出汗少，可以不戴手巾，但夏天不行，夏天必须戴手巾。在海拔1400米的高度，游客们已经感到气喘吁吁，腿脚发颤，但挑山工们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步伐，稳健地向着山顶前进。9点半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放下货物的那一刻，他们说：“真轻松啊！”挑山工们完成一次搬运任务后，仅能短暂休息。为了保证每日至少2次搬运，他们必须开始下一趟的准备工作，并且下山的过程同样需要时间。挑山工有自己的行业规则，他们是挑山工队长雇佣的劳动者，队长类似于包工头。商户若需要货物，便联系队长，然后队长会调度任务到挑山工身上，队长从商户收取费用，再将工资发放给挑山工。挑山工队长介绍，挑山工的工资是根据距离、货物种类和重量计算的。前几年，普通货物每斤几毛钱，现在每斤1块多，也就是说，挑山工们一趟可能就赚了100多块钱。下午4点，挑山工们才完成了一天的辛勤工作，回到了中山门的山下宿舍。这个时候，他们也还不能休息，必须先为明天的搬运做好准备工作。到了晚上6点，挑山工们才开始准备晚饭。由于只有一个灶台，他们必须等到上一个人炒完菜后，自己才可以炒。一天的疲惫
仿佛只有在晚饭时候才有片刻的欢愉。他们会在晚饭一起聊天喝酒，互相唠唠家常。然而对于挑山工们来说，最难以忍受的不是高强度的工作，而是与家人的分离。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肩上的担子不能扔，因为他们肩负的是一家人的生计与责任。梁金生，他是泰山挑山工里的一个独特存在，因为他是一个独臂挑山工。他还有一个独门绝技，就是换肩。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只有一个手臂的梁金生来说是很难的。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梁金生在经过的不断练习后，他和正常人一样，可以做到换肩自如。他每天上下泰山来回3趟，一趟就是20公里的山路，3趟就是60公里，7000多级台阶，数十年如一日。没有抱怨，没有气馁，只有咬牙的坚持。梁金生曾讲到，当时来说，换肩是最困难的时刻，心里也很着急，就慢慢的干。但一想到自己身后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力量就从身体里源源不断的冒出来。和许多挑山工一样，他用一只扁担撑住了家的安稳，撑起了女儿们的成长。这几年，大女儿已经出嫁成家，小女儿在国外打工，家里似乎并没有什么负担了。他们家的日子蒸蒸日上，已经完全不用再为生计而奔波劳累了。所以家人们多次劝他不要再做挑山工了，觉得他年纪这么大，不用再这么辛苦了，得好好享受后半生的生活，毕竟前半生过得那么辛苦。虽然他嘴上满口答应，却始终放不下手中的扁担。小女儿心疼父亲，故意对他说，要是他不停止做挑山工的工作，自己就不回家过年了。梁金生一听小女儿这么说，就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担子，老老实实待在家中。可当过完年，小女儿走后，他又开始了泰山挑担子的工作。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李家法今年52岁，已从事挑山工作26年，瘦高的身材在挑山工里属于偏高的。每天按时将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无论天气如何恶劣，都从未耽误过工作。记得第一次挑的是沙子，有几个人帮着我绑上担子，一边50多斤。那时候年轻力壮，挑起来走得飞快，第一天就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来回跑了3趟，挣了19块6。李家法说，那时正赶上泰山搞大规模建设，为了鼓励大家多挑几趟，出了一个奖励政策，挑货到南天门前2趟，每趟5块8，第3趟8块。凭借强壮的身体，他每次都把第3趟的8块收入囊中。不过接下来的几天让李家法意识到这个活不好干。头一天问题不大，第2天也没什么感觉，到第3天就不行了，人已经站不住了。在挑担子的时候，腿一直打哆嗦。一开始上山休息5、6次，然后3、4次，后来2、3次，最后不歇了也能到。开始有点费劲，后来就和练武功一样，有基本功了。就这样，26年如一日，李家法每天按时把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未出现一次失误，也从没有缺斤短两。干这份工作必须能吃苦，挑起货物就要把它送到终点，没有回头路。李家法用朴实的话语表示，泰山挑山工只要担子一上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半途而废的。李家法对生活格外乐观，他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我们脚踏实地干活，一年能挣5、6万块钱，多跑几趟的话，一天能挣200、300，而且农忙时还能回家帮忙，虽说累点，但过得安心。李家法也有自己的小目标，那就是攒够钱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挑山工们的坚韧与辛勤，不仅是泰山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更是支撑起泰山旅游业不可或缺的力量。泰山的自然景观以奇特的山峰、怪异的石头、变幻莫测的云海和壮观的日出等闻名于世，尤其是泰山日出，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前来观赏。据统计，泰山每年接待的游客超过5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登山的乐趣，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泰山的宗教文化、民俗风情和自然生态。泰山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吸引了众多商户和游客，同时也为泰山挑山工提供了收益来源。然而，
泰山和挑山工之间存在着互利共赢的关系，挑山工的贡献远不止于搬运货物。在1982年的时候，泰山的旅游业才刚刚起步，泰山的基础设施和交通并不方便，需要大量的挑山工们。泰山索道公司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决定修建索道，然而却面临着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需要将5吨重的设备运到山顶，但是因为泰山气流复杂，直升机调运的方案无法实施，而地面运输也没有任何机械能够胜任，这对于当时的索道经理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这时有人给他提建议说，让他去找挑山工试试。挑山工们每天在泰山搬运上百斤的货物，一天2、3趟的来回，说不一定就有办法把设备搬上去。经理立刻就找了当时挑山工的领队商量，领队并没有马上答应，毕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货运搬运，他需要考虑人力以及泰山崎岖的路况。那时泰山还都是些陡峭的山路，十分难走，一不小心就会受伤。海拔1545米，6000多级石阶，5吨重的索道设备，他们该如何运送到泰山的极顶？他回去和挑山工们进行了沟通，对路线、地形进行了勘探，憋了几天，最终拿出了一个方案。为了安全运送设备，领队设计并制作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架，2根大顺绑上2根油子，构成井字形，承载驱动轮。因为登山时前高后低，驱动轮放置于偏前的位置。4根小顺再绑上32根小油子，构成一个64人抬扛的大架。大架的构造蕴含着力学原理，设备与大架总重超过5000斤，人均负重80斤。另外还需20人替补，20人拉纤。大架的宽度必须低于盘道最窄处的 3.2 米，因此每个人的活动空间不足1米。队伍如此密集，又必须步伐一致，这对指挥者的能力是个极大考验。尤其是在云步桥和3瞪眼上，云步桥的总长度不到13米，两端各有一个曲尺形转弯，上端的转弯紧贴着刀削般的石壁。队伍通过第一个拐角上了云步桥，却卡在第2个拐角，动弹不得。那里有个90度的弯，他们挑的架子13米长，这个弯道似乎根本就转不过去。最终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步踩着八仙桌、小矮桌，一步步的慢慢一点点的调动着，拐过了那个90度的大弯。就这短短50米的路程，挑山工们花了1天的时间，最终将设备搬上了泰山山顶。泰山索道公司原总经理至今仍能清晰回忆起当年那场声势浩大的设备运输场面。当时领队站在巨大的轮子上，声嘶力竭地指挥着，确保每一分力量都凝聚在一起，因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成功将设备运上南天门。据说总共往南天门运输的有几千吨，都是这样一件一件抬上去的。当年参与抬运的一名挑山工对那次抬大架子的场面记忆犹新。他描述，当有工人感到体力不支时，立刻会有人上前替换。只要听到有人说我快撑不住了，马上就会有备用的工人迅速就位，接替那些已经精疲力尽的同伴。泰山的壮丽景色和完备设施，背后凝结着挑山工们的辛勤与汗水。也许当你登顶泰山，看见的一砖一瓦，看见的机器设备，都曾滴落过挑山工们的汗水。他们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虽然挑山工的不可替代性无法忽视，但他们辛勤工作与微薄的收入之间的不平衡，却正在让这份职业逐渐消失。赵军是现在泰山挑山工的队长，已经干了6、7年了。据他介绍，泰山挑山工最鼎盛的时期有400多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泰山还有110号挑山工，后来愈发减少，到现在只剩下10几个人。挑山工队伍里最小的40多岁，最大的60多岁，队伍平均年龄50来岁。泰山挑山工们通过肩扛腰背，日复一日在险峻的山路上攀爬，携带100斤货物，沿数千级台阶，以折尺式路线增加行程，只为减轻膝盖负担。长期承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面临着工伤和职业病的高风险。常见的健康问题包括膝盖、腰椎损伤以及关节炎等。尽管如此，他们的月收入却只在3000至5000元之间。
这样的收入似乎并不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牺牲成正比。他们的故事和精神不仅是泰山的一部分，更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思考的。除了泰山挑山工以外，华山挑山工同样面临着类似的甚至更艰辛的困境和挑战。与泰山相比，华山挑山工的工作环境更加艰苦。华山的山路以险峻著称，尤其是长空栈道、千尺状、百尺峡等地，几乎是垂直的悬崖峭壁，只有狭窄的石阶和铁链可供攀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摔伤等严重事故。如果发生事故，他们也只能进行简单处理。由于山路崎岖，等待救援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挑山工因此身体残疾或骨折，甚至失去生命。和田武在14年间已经攀爬华山4000余次，几乎走遍了每一座山峰。他开始从事挑山工这个行业也是出于无奈。在1992年时，他在一家煤矿工作，但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导致左臂被截断。然而黑心的老板只给了他4200元，就把他打发了。他的家中只有1亩薄田，难以维持生计。他四处寻找工作，但却屡次碰壁。最后，他只能选择从事挑山工这个行业。和田武是陕西汉中镇巴县长岭镇一个小山村的居民，他的妻子因心脏病离世，留下2个年幼的孩子需要他照顾。小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在浙江开吊车，每月能挣7、8千元，但大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田武仍需留在家中照顾他。他每天早上不到6点就起床，将货物运到华山五云峰饭店。现如今，和田武已经58岁，他的生活已经历经多次手术的磨难，左臂截肢，左脚囊肿，左腹部疝气，3次手术已经使他精疲力尽。更糟糕的是，他还被坐骨神经痛的疾痛折磨。他不禁自嘲，以前我和他们一样，今天开始不行了，究竟是老了呀。内心虽有退意，但仍然心有不甘。父母都是年过70的人，父亲还患有白内障，大儿子尚未成家，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吗？和田武是挑山工的典型代表，他的故事是挑山工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有报道指出，挑山工们一次要挑运的货物重量可达150斤，每天需要往返3、4趟，走过的台阶数量高达2万级。尽管挑山工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但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这与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据2021年的报道，华山上的挑山工已不到20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是华山上的最后一批挑山工。华山的挑山工们所展现出的艰辛和勇气，使人们不由得心生敬佩。将视线从华山的险峻移至泰山的雄伟，泰山的挑山工们也在同样负重前行。虽然景区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他们的处境，如实行统一管理调度，这种管理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挑山工的劳动收入，也提升了景区的整体形象和管理水平，间接为挑山工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泰山挑山工的问题，他们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挑山工在工作过程中面临较高的工伤风险，如摔伤、扭伤等。长期负重登山还可能导致关节磨损、肌肉劳损、脊柱问题和心脏疾病等职业病。然而，大部分挑山工都没有购买五险一金，有的甚至连合作医疗都舍不得买，几乎都把钱省下来留给孩子。若突发意外，没有保险报销，这对于他们来说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他们一年的收入仅有5、6万，支付了医药费后，可能1年的努力就白费了，甚至可能留下残疾。随着缆车、索道等现代化交通设施的普及，即使挑山工依然无可替代，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这些设施不仅提高了物资运输的效率，也减少了对挑山工的依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入城市从事其他职业，而不是继承这一辛苦的工作。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被取代，并且可能后继无人，无需再做这项工作。挑山工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但他们的收入往往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随着物价的上涨，
挑山工们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压力，这使得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而且，这些挑山工的年龄大都在40岁到60岁之间，并没有一技之长。之所以从事这份工作，就是想着靠力气吃饭。这份工作干着干着就习惯了这样的苦。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和生活困境，这几座大山，挑山工们也渴望改变。然而，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挑山工的生存状态和未来希望又在哪里？如果你处于他们这样的境况下，你又会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哦。本期内容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